给我瞄准了打。注意看，韩国拳王金世基惨被中国死神方辩重拳 KO。赛前杨脸笑哈哈，赛后躺尸擂台哭唧唧，台下的死忠粉一个二个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事已至此，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初一十五给金世基烧纸祈福。金世基虽然被打得很惨，但他的威望还是很高的。没过多久，金和泰突现中国擂台，扬言要给金世基报仇雪恨，打中国选手一个措手不及。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来自韩国的金和泰，他是金世基手下的一名双花红棍。别看这家伙瘦弱不堪，像个矮冬瓜，其实金和泰是众多打手当中最有脑子、最有智商的那一个。通俗来讲，就是从来不打没有力、没有把握的仗。看到大哥被欺负，金和泰早就忍不住了。来华第一件事就是挑战方辩，奈何方辩根本不鸟他，于是将矛头指向了刚从泰国回国的张春雨。殊不知，这一次金和泰却招惹了一个比方辩还要厉害的中国猛将。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张春雨的精彩表现。红色短裤是中国勇士张春雨，蓝色短裤是韩国壮士金和泰。看来金和泰要给金世基报仇的信念很高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宁愿频繁挨到张春雨的前刺拳，也不愿后退一步。从作战方式来分析的话，金和泰在第一回合不被张春雨打飞已经是烧高香。简单介绍一下张春雨，泰拳出身的他自身身体素质很坚硬，所实施的战术打法以及作战方针也是极具有针对性。面对这种矮冬瓜，只需略微出手即可轻松获得胜利。一开始打得顺风西法是张春雨的一个强项，感觉金和泰报价太开太散，而且他不能很好的预测对方的动作。你看对方出拳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上身、手和头的动作。对，但是我觉得像日韩选手、韩国选手像这样的，还是不能太小看他，因为比赛刚刚开始。而且像他这种体型的，在韩国选手里面很多肌肉类型不是很发达。但金和泰本想挑战死神方辩为金世基报仇，结果方辩完全就没把他放在眼里。没有比赛可打的金和泰在中国待了整整3个月，最终盯上了从泰国回来的张春雨，还有他的弟弟张成龙。刚上擂台没多久，金和泰就被张春雨打得没有脾气。就算金和泰这家伙活蹦乱跳，频繁对张春雨发起猛攻，依然无法与张春雨展开正面对抗。这些进攻招式在张春雨面前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伎俩。以后张春雨会用自己法。西法。我们知道张春雨在昆仑决出名的一战就是跟我们的泰拳王子波球有一战，力战3局啊。张春雨这次打得非常聪明，一直在用前手控制，一直在前手的一个平扣很重，上勾拳没中。张春雨在中国虽然不是很出名，人气不如方辩，但实力这一块绝对毋庸置疑。在高手云集的泰国，能够出人头地的中国选手不多，张春雨算是当中最成功的那一个。面对眼前这位瘦不拉几的金和泰，张春雨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发力将金和泰暴力打残。第一回合还剩下30多秒，金和泰挨到的重击就已经数不清楚了。真要是认真数一数的话，最起码挨到的攻击数量在80拳左右。将近100%的命中率啊！是的。又是低扫很重啊！裁判在观察了2秒之后，马上进行一个读秒。这一次被击倒，给金和泰被踢瘸奠定了基础。在韩国不好好吃泡菜，非要来到中国挨揍，想给金世基报仇的人多了，金和泰还排不上号。硬要来华挑战也不是不行，那就要接受不同程度所带来的损伤，例如大腿、胳膊被踢断、脑袋被打烂的后果。前手的互换，控制力度，看来张春雨还是前手控制的比较近身的吸法又是低扫，感觉金和泰已经开始要玩命了。对，加快了节奏。第2回合开始了，张春雨的进攻还在持续，不间断的腿法进攻打得金和泰嗷嗷惨叫。就算金和泰不计一切后果往张春雨身上猛扑，那真的不好意思，张春雨也会不计一切后果玩命往死里踢。把大腿踢废并不是张春雨的主要目的，而是在擂台上慢慢折磨金和泰。碍于金和泰这家伙实在是太粘人，愤怒的张春雨当即给金和泰大腿上来了一脚，疼得他嗷嗷痛哭站不起来。第2次读秒，看看金和泰能不能站起来。韩国选手的这种意志力还是很强的。
铁汉。对，但是这种支撑力，就像我们之前65公斤魏宁辉拿到冠军的晋级之路一样。迎头啊，推中了真低潮，带后手击腹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打贴近近身了，对，因为你近身一旦被对方搂抱，休息的。此时此刻金和泰已经顶不住了，张春雨略微出手就把金和泰放倒了一次，重新站起来，金和泰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畏惧。面对如此不怕死的金和泰，张春雨也不废话，直接两腿奉上。这个时候的金和泰算是倒闭了，虽然大腿受到了严重损伤，但他的脑子随之而来的也是强制关机。8秒了啊，扔白棒！要对自己的选手要有一个保护机制，因为他们不是打完这场比赛就没有了，他们还有很长的职业生涯要走。最终金和泰输了比赛，没有给金世基报仇成功，结果自己还被踢废了双腿。敢在泰拳手面前调皮的人真的不多，金和泰算是里面坚持时间最长的那一刻。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张春雨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